巫术是否属于宗教？历来存在认为是宗教和不是宗教两派。在欧洲中世纪时代，教会对被控为巫习的大批异端进行残酷的迫害。教会从来没有把巫术当作宗教来看。宗教仪式中的神是一种有意识的、人格化的、永存不灭的神，而巫术中却没有权利，有的只是人们所认为的一种自然界的外在的非人格的强力。比如马来西亚语玛纳即是指此，也就是说，宗教认为神具有人格性。人可以和神进行沟通，从而借助神力去做一些事情，而巫术却认为神没有人格性，不可沟通，只能通过咒语和适当的仪式来巧妙地操纵这种力量。这是否定巫术属于宗教一派的主流观点，而主张巫术属于宗教的一派则认为，宗教创造一套价值，直接达到目的，而巫术是一套动作，具有实用的价值，是达到目的的工具。换句话说，巫术是宗教体系中的某种工具或者某些细节系统，宗教包含巫术。也有人认为，巫术和宗教的区别仅仅在于人们对超自然力的态度的不同。巫术和宗教都起源于原始人所信仰的带有人格的力。假如原始人想只用恐惧和尊敬来和这种超自然力接近，那就是宗教的仪式。假如原始人想控制和操纵这种超自然力，那就是巫术的仪式。从这个观点上说，巫术和宗教是从同一根源上生长出来的，是一个事物的两面。也有人认为，巫术是在前巫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产生了宗教。我国第一代人类学家林慧祥先生认为这种说法不对，他认为两者常常是混作一团的。我国学者吕大吉先生也主张巫术属于宗教。他还指出，在宗教体系中，人们对待和处理一神关系的方法，无非是软硬两套手法的宗教化。软的一手表现为宗教的祈祷、忏悔、献祭、礼拜等等行为，而硬的一手则表现为巫术活动。有人说呢，说了半天，什么才叫宗教呢？宗教的定义是什么？学者认为，给出一个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宗教的定义，目前办不到。但大家基本公认，宗教必须同时具有三个特点：第一是相信超自然体的存在，比如相信有上帝、有耶稣、有佛祖、神仙等等；二是认为超自然体的意志和行动能够影响现实世界和人生的祸福，也就是上帝会保佑好人或者惩罚坏人，好人死后进入天国，坏人堕入地狱等等。三是信仰者因而对之礼拜求告，这要求信徒不能光说不做，欺骗上帝。从这三个特点看，巫术完全符合宗教的要求啊！为什么还会有宗教要把巫术扫地出门、迫害残杀的事呢？这可能就是因为巫术把太多超自然力都加入进来，弄得天国的神殿上乌烟瘴气，让宗教徒们不堪忍受了。巫术认可的都有哪些超自然力呢？比如这些：在脚掌上涂抹有赤斑蜘蛛的药物，就可以在水面上行走；食用虎胆能使人胆大如虎；孕妇食用兔肉会导致婴儿兔唇等等。总之，除了上面指出的巫术认为这些超自然力都没有人格性，人不可与之沟通外，宗教和巫术的最本质区别在于，宗教是上层建筑，而巫术只是一种手段或技艺，不是上层建筑。